如果穿越火线不是依靠腾讯的社交软件，根本就不可能火起来。类似的话语曾在中文互联网广为流传。那么答案真的是如此的吗？先说结论，并非如此。如果单靠腾讯的社交就能成功，那么诸如《枪神纪》《战地之王》《战争前线》等，为何最终都没有复刻 CF 的成功？所以归根结底 ，CF 的爆火来源于其玩法的多样性。除了传统的爆破模式和团队模式作为基本盘，后续的生化模式以及幽灵模式，更是在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游戏的护城河。如果问你在 CF 的发展史上，你最喜欢哪一个模式？我相信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但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模式，曾对穿越火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改革。这便是2010年所上线的突围模式。该模式是 CF 所原创的第二个玩法，承载了当时项目组的许多心思，比如核心内容不再围绕击败数的多少，而是将重心放在攻守上，以突围人数来判定最后的胜负。玩家在这个过程中，实力强的可以正面钢枪突围，菜的也可以提前扔烟雾封视野，再偷偷摸摸的溜过去。还有一个非常贼的玩法，就是前期先不拿武器，疯狂用人去消耗对方的子弹，等他们都消耗的差不多，只能用近身武器的时候再集体突围。那时候守卫方只能干着急。以当时的隐秘之地这张地图来说，整个布局被分为了前后2个部分，前面是3条曲折的坑道，后面则是突围的重心。但在前后的中间被3道门锁拦截住，官方采用了可破坏的地形交互，迫使玩家尽快打破大门进行突围，不然就会被敌人压制在坑道中。当然，有身法大神也会通过2扇小窗，在敌人还没察觉下就提前偷跑突围。有趣的是，当时大门上都标着手枪的图标，导致有些玩家误以为需要用手枪才行。而一旦大门被打爆，大家就会不约而同的往里面疯狂扔烟雾，并且在成功突围后，会在右侧显示出单人的高光画面，极大增加玩家的成就感。而如果守卫方火力过猛，导致突围方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成功，还会在小地图上显示敌方位置，尽可能缩小双方之间的差距。其实许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突围模式是 CF 史上第一个实现局内换边的玩法，为的就是让每一方的玩家都能体验到守卫方和突围方。所以说，当时在做这个模式时，藏了很多项目组的小心思。也正是因此，该模式上线之后非常火爆，巅峰时曾一度超过爆破模式的热度。但可惜的是，后续更多玩法的出现，导致该内容逐渐淡出并停止更新。时至今日，还想玩到最初的突围模式，似乎只能从怀旧服中窥探一二。好消息的是，在6月5日穿越火线怀旧服更新后，便会上线突围模式，地图远洋货轮和隐秘之地也会一并推出，算是弥补了许多人来不及体验的青春。